1分钟前，我妈突然给我发了条短信，让我立刻去购买一些物资，然后躲在寝室里，千万不要出来。我心下一凛，立刻察觉大事不妙。我父母是科研人员，没有苗头的事向来不会听风说雨。他们好似很急地告诉我，市里爆发了丧尸病毒，传到大学城不过是时间的问题。随后我妈给我赚了一笔钱，同时还发了我一份相关的指南。我立即打电话以有急事为由叫回了我在外的3个室友，他们很快便回来了，都是同龄人，对我家里也有一些了解，他们没做过多的纠结，就消化了这个消息。我们便将手里的钱凑到了一起，直奔学校的超市。到了超市，没有直奔货架，而是找到了超市的管理人员。我们以要做社团活动为由，说通了他，直接从仓库拿货。学校超市东西种类不多，存货数量也有限，我们根据寝室的最大容量订了10箱自热火锅、米饭这类速食产品，2箱压缩饼干、2箱火腿肠、5箱泡面、3箱薯片、2箱牛肉干、猪肉铺、果干等，还有2箱巧克力。不是我们不想多拿，而是学校超市的库存有限，饮食解决了，便是水源问题。我们协商后订了3个大桶，用来贮存生活用水。又订了21箱矿泉水、5箱厕纸、2箱纸抽。在仓库拿货时，我还发现了为新生入学准备的棉被存货，我们一人拿了3条，接着又扫空了所有库存的充电宝和充电线。下好订单后，我们让超市送货员趁着上课时间帮我们送到寝室。因为买得太多，超市负责人对我们最初的借口产生了怀疑，但被我们打哈哈绕了过去。离开超市还在上课时间，楼里没什么人，我们把屋子里所有没用的东西都清理了出去，然后留下一个人等着超市送货员上门，其他的人又直奔学校的医务室。我们便各自找了借口，拿了些止痛片、维生素和过敏药物。回宿舍前，我又根据父母发给我的指南去食堂讨了一袋盐，既能消炎杀菌，又能补充身体盐分。现在只剩下了电的问题，情况危急的时候肯定会断水断电，但这些充电宝根本支撑不了多久。思来想去，最后是室友阿伟提出了一个想法。他说他认识一个物理专业的学长，曾经看他做过一个太阳能板，不知道他能不能帮忙。我听后当机立断，跟阿伟来到学长宿舍，然后3言2语给他讲了事情缘由，并让他赶紧囤货，不要声张。学长沉默了片刻，就在我怀疑他根本没接受我们在说什么的时候，他掏出手机给他室友打了个电话，交代了一番。学长对我们说，一会儿就能把太阳能板给我们送来。听到这个好消息，我们总算是舒了口气。不一会儿，太阳能板就被送来了。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室友阿杰。阿杰他们也不废话，直接在我们在阳台角落装上了太阳能板。安装完成后，我给了他们1箱泡面，以表酬谢。毕竟在这个时候没有比物资更好的东西了。他们道谢接过，我们互道平安，就此别过。一切准备完毕，我们检查好门窗，聚在一起。果然如我爸我妈所言，在我们采购的这短短3个小时里，从市里开始爆发了丧尸病毒，有狂犬病的新闻，有群众暴乱的新闻。室友不放心，想给家里打电话，但网络拥堵瘫痪，已经无法通讯。再后来，网络已经刷新不出来了，我们沉着一颗心，统一将手机调成了静音，像被宣判的罪犯，等待着世界对人类的惩罚。下午5点32分，惨叫响彻校园。最初是从食堂的方向传来，我暗道不对，因为口罩，校园是封闭式管理，照理说应该是从校门口开始。我立刻起身，拉开侧面窗户的窗帘，向外看去，保安亭里已经没了人，只留下地上一滩不知道是谁的血迹。校园大门大咧咧的开了道口子，在渐深的夜色中宛若一个吞人的巨兽。我们心有余悸的互相看了看，幸亏回来的早，不然怕是要亲身经历了。不一会儿，原本较为寂静的宿舍区外，人群尖叫，乱成了一片。那些怪物狰狞的面孔追逐着人群，抓到就是一嘴的血肉。宿舍楼里咚咚咚，是人群乱跑的声音、哀嚎声、求救声，霎时混成了一团。咚的一声，有人疯狂地砸着我们寝室的门，我们集体惊得一个瑟缩，没一个人出声。过了一阵，
砸门的声音逐渐停了下来，我们喘出了那口憋着的气。那些就是丧尸吧，南瓜？室友阿伟颤抖着问我，我嗯了一声，算是回应。那外面的人怎么办啊？我们要不要叫他们进来躲着？另一个室友彬彬焦急地问道。不要吧，万一把那些东西引过来怎么办？南瓜不是说他们对声音很敏感的吗？听着他们的对话，我皱眉，感觉有点不妙。在我第一时间告诉他们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彬彬就说要上报学校。我当时将他拦了下来，我当然想过这个问题，但我父母在短信中告诫我，千万不要当出头鸟，况且我一个学生，说这些话根本没人信，所以末日下的第一原则就是明赞保身。可彬彬这个模样，就差明晃晃的在脸上写着圣母2个大字，跟这种人在一起对我们有害而无益，得想个办法，不然他就是个定时炸弹，随时会送我们归西。人间炼狱般的混乱持续了几个小时后才停歇，熬到了后半夜，我们分了工，两守夜，以备突发情况。我和柱子一起守第一夜，在确定彬彬睡着后，和柱子打了个眼色，一起将他绑了起来，顺便堵住了他的嘴。彬彬呜咽着发出哼鸣，停的挣扎，看样子似乎是很想问我们为什么这么对他，但我没有理他。这一天我们每个人都已经筋疲力尽了，没有功夫给他做思想教育。我和柱子倒着班熬过了这一夜。早晨的校园里静悄悄的，只有雾气朦胧间可见那些缓缓而行的诡异身影。我依次叫醒了室友后，便坐在了彬彬的身前。我跟他讲了一通利弊，也不知道他听进去多少，但他哭着直说自己知道了，并表示他不会私自行动的，让我们放开他。我没有同意，如果是以前，我会很愿意给他这种信任，毕竟我们是同寝的室友，但现在身处末日，难保他不会对我们的这种行为产生什么报复心理。我觉得还是应该要绑着他。经过一晚的沉淀，昨天因为混乱所造成的信号拥堵似乎好了许多，室友纷纷给各自的父母打了电话，报了个平安。自从通讯恢复后，网上官方通知消息翻来覆去，也无外乎是不要出门，等待救援这些内容。病毒爆发后的72小时，学校断了电，靠着太阳能板，我们日常的生活用电得到了稳定的保障。病毒爆发后的第5天，或许是城市电网瘫封了，供水系统也停止了运转，同时中断的还有网络信号，我们就此与外界失去了联系。病毒爆发的第7天，末日生存开始走向了第1个阶段，有些物资消耗殆尽的人开始想办法搜寻起食物了。我们将窗帘拉开了一点缝隙，观察着他们的行动。他们翻过一个个阳台，小心地探查着屋里有没有人，遇到有人的便略过，往下一间屋子翻去，遇到屋里没人的就进去搜刮了一番，然后大包小包的开始往回运。有2拨人因为物资起了争执，闹得动静有点大，丧尸循声而动。我亲眼看见一个男生为了逃跑，将他自己的室友当成肉盾推向了丧尸，明明白白的向我们展示了一番末日下的人性。我没再看下去，立马拿出了木板，将我们寝与隔壁寝之间可以翻越的地方彻底封死。病毒爆发的第15天，我们在寝室里有条不紊的生活了起来，彬彬依旧被我们绑着，也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。最近外面每日都有人尝试着寻找物资，其中有人不知道从哪弄到了车，从超市洗劫了一波后安然无恙的回来了。这一下操作又狠狠的打动了一群人的心，他们开始3两结队的出去，但有的人回来了，有的则是融入丧尸群里。病毒爆发的第20天，一连几日的高温后又变成持续几天的暴雨，虽然降了温，但太阳能板所储存的电却逐渐见了底，我们被迫缩了日常的用电量，直到暴雨停歇。病毒爆发的1个月，4个人的消耗让装满一屋的箱子开始出现了空缺。理论上剩下的东西够我们存活很久，但谁也说不清未来会发生什么。下午的时候，有人开始跳台自尽，隔壁楼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出现了暴乱，整栋楼的人都跑了出来，向我们这几栋楼里涌进。第35天，我们发现了新的通讯方式——蓝牙连接。起因是因为铁柱早上在阳台洗漱时，在对面宿舍看到了熟人，他们向我们这边挥着手，比划着什么。
我们一头雾水的没有看懂。他们见状，又进屋拿出来了2张纸，纸上写着占满纸张的大字，分别是蓝和牙。我们顿时醍醐灌顶，连忙掏出手机搜寻起来。打开后才发现，原来周边早已密密麻麻的开了好多的蓝牙。于是我们用蓝牙复杂的沟通了起来，大家互相用蓝牙的名字交换着物资。第42天的时候，彬彬兴奋地说，他朋友弄到了一辆车，可以带我们走，但是想要我们的物资。这话听着没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但气得我都笑出了声。你把我们屋子的情况告诉你朋友了？彬彬有些怔愣，呆呆地问我，不能告诉他吗？我们说的他不信，反倒是那些猪朋狗友的话深信不疑。看他那被迷了心智的模样，我们就没再多劝解。我叹了口气，郑重地对彬彬说，彬彬，你可以跟他走，我们不拦你，也可以给你物资，但仅限你自己的那份。而且你的物资我们不会帮你搬运，也不会为你敞开大门，你要自己想办法解决，听懂了吗？但彬彬茫然的点点头，像是根本没听懂的模样。于是他低头就问他朋友的意见，不知道那边对他说了什么。彬彬最后还是决定跟他走，我有些无奈，见劝不中他。第2天，我们便将彬彬的那份物资收拾了出来，俨然是几大箱的东西。晚上的时候，他朋友说来接他，让他先把物资从窗户用绳子放下去。他们搞来了一个无人机，然后挂上了一个看着不大，声音却很大的小音箱。他们先用声音吸引走我们楼周围的丧尸，然后将车开到了楼下。确认安全后，下车搬运起了物资。这一连串的操作还真有点让我吃惊。等东西搬完了，彬彬却犯了难，他不敢从楼里下去，毕竟走廊里还有丧尸。他朋友也不想进楼接他，他让彬彬自己从绳上爬下去。彬彬哭着说他不敢，这么一来二去的，仿佛给足彬彬朋友的借口。他当场就给彬彬甩了脸子，说了句爱下不下，就和他的兄弟们上车头也不回的走了，留下彬彬整个人傻在了原地。我们并没有如他所愿的哄他，而是对他表现出冷眼旁观的姿态。彬彬慌了，我去隔壁吧，那边好像没人，你们可以给我一些水和吃的吗？一点就行。看着他这副小媳妇的模样，我终究还是软了心。我叹了口气，上前拍了拍他的背，对不起，南瓜，对不起，那是你们辛辛苦苦攒的物资。我拍着彬彬的后背，含笑道，我早就防着他了，那箱子里装的是垃圾，你以为我为什么要用胶带封上？这件事过后，就像是一个按钮，关掉了末日后的一切麻烦。我们没再锁着彬彬，闲余时还能打打扑克，和舍友他们聊聊天。就这么到了11月份，天气越发的反常了，除了我，他们3个都感冒了。我有些不安，感觉有什么事要发生一样。这时学长的蓝牙显示接入，我同意后，他给我传来了张图片，写着打开手机网络看官方消息。我心下一凛，连忙打开，真的收到官方的短信。文字大致的意思是，因为异常天气，气温反常，寒潮将至，在寒潮的影响下，丧尸会南移，形成丧尸潮。如果有幸存者看到这条消息，请立即往南海迁移。我叫醒了室友，与他们商讨了起来。按照官方给的时间，尸潮到我们这里已经不足10天了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走。当晚，我们与学长他们做了商讨。第2天，无人飞机载着他的小喇叭出了场，我们连忙将箱子用绳子往楼下运。还没等我们运完，一辆校用大巴顺着一旁的大道开了过来。学长阿杰和他们的另一位室友杨伟便下了车，在他们往车里搬运东西的功夫，我们也开始从阳台往下滑。让我诧异的是，上次还哭唧唧不敢下来的彬彬，这次竟然强挺着害怕滑了下来。东西搬运完，我们全部上了车。我们一帮人就这么浩浩荡荡地上了路，我们的车往前无畏的开。根据官方给我们的位置，走高速的话需要14个小时，但高速肯定是行不通的。在丧尸爆发的第一时间，高速估计早已被堵死，现在去只能是给丧尸送菜，所以我们只能走国道。我们试图寻找一些偏远的加油站，庆幸的是，开上国道没多久，我们遇见了一个加油站，这里只有一个穿着员工衣服的丧尸，学长们没让我们下去。我们也很识时务的没有跟他们推辞，老实的守好车门。他们合力打烂了那个丧尸的头，搬运回了足够我们跑到基地的汽油。坐稳后，我们继续出发。我们在路上行驶了13个小时，
决定找个地方停下休息。我们没有下车，而是在车里瓜分了一下食物，就这么安稳地度过了在外的第一个夜晚。但第二天，我们路过一个城镇时，被放在地上的地自扎了胎，车里人们马翻。本来紧紧跟在车后的丧尸，眼见越来越近，不能待在车里了，这样下去我们会被困死在车里。慌乱中，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，回过神来的学长连忙打开车门，快，前面100米左右有一个商店，我们先进去躲躲。众人连忙下车，顺着他指引的方向狂奔而去。从周边涌过来的丧尸越来越多。等我看到向我扑来的丧尸时，已经晚了。我心中诺亚一声，难道就这么交代在这里了吗？电光石火间，旁边伸出来一条腿，一脚帮我踹开了那可怕的怪物。是阿杰，我感激的看了他一眼，连忙跟着大部队往着继续狂奔。眼见要冲进商店里，前面的人却止步不前。我焦急的看过去，里面赫然跑出来2只丧尸。打头阵的2个人被吓愣在了原地，我咒骂一声，3两步跑过去，拿起门口的铁锹就对着冲过来的丧尸脑袋挥了下去。转头抬起铁锹，又冲着第2个丧尸头砸了过去后，让他们抓紧进入商店。学长跑在最后面负责殿后，好几次丧尸都差点抓住了他的衣襟，让他狠狠地踢开。看得我一颗心急到了嗓子眼，好不容易等最后那个人跑了进来，我扒着门准备在学长进来后立马关上。我向他伸出手，想要抓他一把，他将我反向一堆，利落的拉下铁栅门。我不可置信的看向他，学长，你在做什么？他笑了笑，背对着朝他汹涌而至的丧尸，向我举起自己的左手。那里赫然是一个深深的牙印，流着黑红色的血。他被咬了，现实根本没有给我们反应的机会，丧尸蜂拥而至，将他扑在了铁栅门上，永久的消失在了汹涌的丧尸潮里。我们没有了交通工具，也没有了食物，因为学长去世，所有人都很沉闷。我们无头绪的在这个城镇里待了2天，直到第2天晚上的时候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这个城镇里的丧尸突然聚集在一起，往南开始迁移。我们趁机捡回了一些车里的物资，幸好回来的及时。我们刚关上门，从远处又来了一小波丧尸群，这让我们的不安感越来越大。这恐怕就是官方说的丧尸南迁了。第3天的时候，竟然有车经过了这里，这兴许是我们这一路上最大的收获了。看来这个方向没错。这辆车同我们一样倒霉，也被那不知道谁铺的地自扎了胎，整个车子发出了巨大的刹车声，车里的人纷纷跑下车，有男有女，但他们比我们幸运得多。这镇子里的丧尸已经只剩零星几只了。一开始我们还想招呼他们，想开门让他们进来，与他们联手，可当他们掏出枪来时候，我们却退缩了。那些人看起来一个个精悍无比，浑身带着煞气，他们似乎很善于与丧尸搏斗，3两下就打爆了他们的头。他们行动很敏捷，在镇子里搜刮了一圈，发现了我们的车，也带走了我们留在车里的物资。我们通过窗台偷偷的看着这一切，几个人开始着急起来，但被我劝阻了。冷静一下，我们快要到南海了，那些东西就给了吧。这番话就像是失了士气一样，大家都低沉了起来。但我没想到，我们没先惹事，外面的人却不打算放过我们。他们发现了我们的藏身之处，阔步走了过来。他敲了敲外面的铁门，看似不重，却一声声砸的我们心里慌极了。没有人出声，我壮着胆子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这里没有其他完好的房子了，可否借宿一晚？我有些不信，我怕他们是想抢占我们的物资，于是我尽量委婉道：“我们这里装不下这么多人，要不你们还是上车里对付一晚上吧。”外面没有回应，不一会儿就没了动静。我舒了口气，让大家赶紧休息，准备明天出去找车，看能不能试试开走。我们不能再这么坐以待毙下去了。说完，走到了墙角的角落里，靠着墙就睡了过去。迷迷糊糊间，一声砰的响声把我惊醒。我条件反射的向发生的地方看去，没想到那群人竟然又回来了，还直接暴力的从外面撬开了门。他们打着手电走了进来，四目的灯光晃得我睁不开眼。我们不敢轻举妄动，观察着他们的行动。为首的男人朝着我走来，他打量了我一会儿，沉声问我：“你们当中领头的？”我看不透他想做什么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他又问我：“刚才就是你不让我们进来的？”我有些害怕，但还是镇静的回答：“是。”他和我对视了半晌，气氛慢慢的有了剑拔弩张的意味。
阿杰他们已经浑身紧绷，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姿态。这个男人却突然笑开了，他从身上摸出了类似证件的东西，展开后对我郑重道：“我是国家搜救队第2中队队长楚风生。”这句话来的太过突然，让我的大脑一下子宕了机，一时分不清我是不是在做梦。这一切终于要结束了吗？楚风生的到来让我们欣喜若狂，我们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不直接表明身份，弄得我们吓得半死。楚风生对我们解释说，末日下秩序失衡，歹徒猖狂，有人在这一带专门放地次拦截过路的幸存车辆，发灾难财。第二天一早，楚风生带着人修了胎，便叫上我们上路了。在车里晃了10来个小时，在睁眼时，我们就被送到了安检基地。楚风生他们还有救援任务，把我们送到后，匆匆到了别就离开了。下了车，看着眼前的景象，我的眼里只剩下了震撼。这里人来人往，秩序井然，与末日前的生活别无差异。接着我们被分别带走，做了检测，后又被统一被安排上了轮船，往南海基地的方向开去。下了船，我的父母早已在等待我，我飞奔下去，与他们深深的拥抱，泣不成声。这几个月以来的委屈与害怕，在此刻全都宣泄了出来。我们在基地里被安排好了住处，听从统一的调配。我在南海与父母重新开始了生活，一切按部就班且井然有序。直到半年后，整座幸存者岛屿传来了欢呼的声音，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，相互依偎。我们知道那是疫苗被研发出来的欢喜之音。1年后，全国的丧尸都被清理干净，我们被接回了陆地。虽然我们的家园狼狈不堪，但每个人脸上都带着重建的欣喜。又是1年过去，学校重建后，我和我的室友们又成了室友，一切幸福又美满。那年的经历成了我们一辈子难以忘怀的人生一课。假如世界末日来临，地球突然爆发丧尸病毒，而你却是一个唯一不会被丧尸攻击的，会是怎样的体验？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3天，我和几个幸存者躲在教室里，门窗都被桌椅堵得严严实实的，生怕丧尸跑了进来。此时我和同学都已饥肠辘辘，但却没有一个人敢出去找食物，甚至连靠近窗户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，生怕被丧尸发现。外面依旧是人间炼狱，时不时就会有惨叫声传来。我蜷缩在教室的角落里，浑身都在冒冷汗。没错，我生病了。我从小就体质弱，加上这次几天都没有进食，直接就被丧尸吓出了病。然而同学并没有因此同情我，他们平时都嘲笑我是个药罐子，很少跟我接触，更别说是现在了。我这里还有一瓶水，谁实在是受不了了，就先拿去喝吧。这个女生叫小美，为人善良，曾经是我的同桌，也是唯一一个对我好的同学。但后来我被班长带头霸凌，她就再也不敢接近我了，只能经常同情地看着我。给我，我必须保持精力。别忘了是我教大家布置教室躲起来的，不然我们早就完了。其实每个人都很想喝水，但一见蔡坤也想喝，同学们只好放弃。而现在我身体虚弱，太需要一口水了，于是我虚弱地问道：“小美能把水给我吗？我生病了，好难受。”此话一出，全班同学都投来异样的眼神。蔡坤也并没有等小美考虑，就直接接过水瓶一饮而尽。然而这还没完，棒槌，你居然想跟我抢水喝，给你有什么用？瞧你那病殃殃的样子，给你就是浪费。好家伙，以前欺负我的时候还会装一下，尽量不亲自动手，现在好了，直接不装了，就因为他是我们班上的老大。这时一个女生突然开口了：“蔡哥，算了，安静点，免得引来丧尸。”她长相清秀，温柔体贴，曾经是我高2的同桌，我们关系很好，也暧昧过，承诺过一起上大学。可好景不长，后来我被蔡坤霸凌，她也被蔡坤抢走了，成了他的女朋友。你看我女朋友干什么？以为她在帮你说话，她只是怕引来丧尸。说完，蔡坤恶狠狠地走向我。好家伙，他居然在全班人的注目下给了我一拳头。你以前就勾引我菜花，还给他写情书，以为我不知道啊？现在丧尸都来了，你还不死心？听到这话，菜花也很是无语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其实我并没有勾引菜花，只是写信想跟菜花揭穿蔡坤的恶毒，但菜花连看都没有看，直接就扔了。这一拳打得很重，感觉整个人的力气更加微弱。然而他又抓住我的衣领，准备再次动手。我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体质又弱，根本不是蔡坤的对手，只能嘶哑求饶。对不起，蔡哥，我心脏病要犯了，求求你放了我吧。本以为蔡坤良心发现，可他竟突然对班上的同学发表提议：“我们让棒槌出去看看吧，说不定能找到救援，找不到救援也可以找点食物回来。学校超市离这里不远的，
对，必须派人出去看看。今天的惨叫声已经弱了很多了，可能没多少丧尸在附近了。这里去学校超市只需要2分钟，去找点吃的回来很简单。好家伙，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很简单，自己怎么不去？我都被吓得高烧了，哪里还敢出去啊？不要啊！我已经生病了，跑不动的。棒槌，你必须去。你个药罐子，从来没有对我们班级做出什么贡献，什么事都要拖后腿。现在你去找水和食物回来，就当给班里做贡献了。来几个人帮忙，把他从窗户抬出去。话音刚落，就来了2个男生朝我走来，他们平时就没少欺负我，现在更不留情，打开一扇窗，直接就把我丢了出去。接着蔡坤又朝我吼道：棒槌，只要你找到食物回来，我们就会让你进来，你也别想吃毒食，现在只有这里是最安全的。不要啊，我已经生病了，现在根本跑不动，求求你们就让我进来吧。我害怕极了，恳求同学们放我进来，可他们怎么可能轻易的放过我？上集说到我被同学强行扔出教室，无论我怎么求饶，他们都不肯放我进去。班长就更过分了，直接把窗户紧闭，并命人扛来桌椅堵得严严实实的，找不到食物就不让我进去。小美见状，颤巍巍凑过去帮我求情。班长，棒槌他发高烧了，很难行动的，你就放他进来吧。他是装的，就是想躲着，看着都烦。再叫丧尸都吸引过来了，你要是嫌命长就叫吧，找到食物赶紧回来，不然我还会派人出去找。下一个就是小美。小美脸色惨白，吓得当场哭了起来。我走在教室外面的走廊上，心里害怕极了，只能捂住嘴，尽量不让自己发出声音。可是没等我走几步，就和几个丧尸碰面了，吓得我差点灵魂出窍。我在丧尸的吼声中转身就跑，身后是越来越近的丧尸。更恐怖的是，走廊的另一头也出现了丧尸。我声嘶力竭，又去拍窗户，开门，救命！我被困在了走廊上，同学们惊惧地看着我，不但不让我进去，蔡坤还指着我大骂：棒槌，我让你去找食物，你却把丧尸引来了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话音刚落，就有一只丧尸朝我扑来。如果全球丧尸病毒爆发，只有你不会被咬，是什么样的体验？上集说到我被一头丧尸扑倒在地，紧接着又是一群丧尸朝我走来，我惨嚎不已。最后的求生本能让我奋力往前爬。快离开窗户，全部闭嘴！我听见了蔡坤的嚷嚷声，菜花也在急促道：大家不要管棒槌了，赶紧退后，躲起来。我的世界彻底灰暗了，原来被丧尸咬是这种感觉，这难以形容的痛，像是被凌迟了一样，整个脑袋都要炸开了，心跳也开始飙升，全身血液都在沸腾。等我睁开眼睛，我发现自己趴在楼梯口，原来是我刚才已经爬到了楼梯口，接着就被丧尸抓住开始撕咬，就再也爬不动了，昏死了过去。只是为什么我还活着？突然我感觉身体里有奇怪的东西在冲撞，思维渐渐恢复，力气也回来了。等心跳恢复正常，我惊奇的发现自己竟然精力十足，连头痛发烧都没有了。再看看自己身上的伤口，都是被丧尸咬出来的，但这些伤口都很浅，只是牙印，也就是说丧尸们只是轻轻尝了一口就放弃了。难道是我不好吃吗？让我更加惊奇的是，身体里也涌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舒畅感，这是健康体魄的美妙气息。我想我以后再也不用当药罐子了。正好奇着，耳边突然又传来嘶吼声，几只丧尸从我眼前走了过来，他们应该是闻到教室里的人味了。我心里一惊，转身就走，可结果迎面而来又是几只丧尸，我再次被堵住了。我双腿一紧，直接愣在原地。但奇怪的是，他们凑过来看了看我，闻了闻味道，竟然直接就这么走了。我顿时松了口气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我被咬了，不但没有变异，身体还好了很多，而且再也不怕被丧尸咬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想到这里，我立刻起步想回教室，但我马上又停止了脚步，一股怒火顿时涌上心头。我还回去干什么？拯救蔡坤、蔡花，
还有那见死不救的同学吗？里面除了小美，没一个是好人。我思考了一会，快步往楼下跑去。我要再试验一下，是不是真的不会被丧尸咬？如果全球丧尸病毒爆发，只有你不会被咬，是什么样的体验？自从上次在走廊被丧尸堵住后，我意外发现自己不会被丧尸攻击，于是我决定到楼下，我要再试验一下，是不是真的不会被丧尸攻击。试验了3次后，我确定丧尸真的不会咬我了，哪怕我走到丧尸堆里，跟他们一起群魔乱舞，他们都不会咬我。偌大校园里，到处都是游荡的丧尸，我站在这可怖的末世中，呼吸着血腥的空气，居然露出了久违的微笑。我从来没有这么舒畅过，如今强健的体魄让我有一种起飞的感觉。我看着那些到处游荡的丧尸，再看看教学楼一些门窗紧闭的教室，竟然有一种快意。我被霸凌太久了，无论是蔡坤还是狗蛋，甚至就连班主任也打过我，并且间接的害死了我奶奶。想到这里，我深深的呼吸一口浑浊的空气，就朝着超市跑去。整整3天滴水未进，我太饿了。很快我来到了超市，这里到处都躺着被丧尸咬过的尸体，还有几只丧尸正在超市里游荡。听见我的脚步声，纷纷围了过来，还吼了一声。我一怔，莫名有种奇怪的感觉，他们像是在跟同类打招呼，吓得我赶紧摸了摸自己的心脏，还在跳动，说明我还活着，并不是丧尸的同类，只是被他们认可了。我鬼使神差的叫了一声，他们也随着全都乱叫了起来，也不知道叫什么，但我并没有理会，继续搜寻我喜欢的食物。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3天，由于已经3天3夜没进食，我太饿了，于是我来到超市寻找食物。这里到处都是被丧尸咬过的尸体，还有几只丧尸在这里游荡，但我并没有理会，随手拿了个鸡腿和面包，就坐下来开始狼吞虎咽。从来没觉得这些东西这么好吃过。吃饱喝足，我摸了摸肚皮，这感觉简直不要太爽了。我本来想着在这里歇一会，可突然想到小美，如果我现在不回去，她会被蔡坤逼着出来找食物，肯定必死无疑。于是我站起身，随手拿起一个袋子，就装一个面包、一个鸡腿、1瓶矿泉水，别的啥都不装。这些食物够小美一个人填饱肚子了。我心里冷然，除了小美，其余人都该死，打算让他们自生自灭。接着我又拿一把水果刀放在身上，用来防身。就这样提着食物就朝教学楼走去。可就在我走到半路时，忽然听见有人喊我：棒槌，你过来。原来是不远处的1楼厕所门口，几人一脸震惊又激动地看着我，为首一个披头散发的妇女朝我招手。我定睛一看，原来是我的班主任李壁东。我被同学霸凌的时候，曾经无数次向他求助，他都说没有证据，不耐烦了还开口骂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蔡坤家给他送过礼，而且价值不菲。不过这还不是最可恨的，然而更可恨的是，他害死了我的奶奶。前年教师节，我奶奶买了个时钟，让我送给班主任表达一下心意，我送了，可结果班主任却当众数落我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么生气。放学后，我伤心的哭着回家，奶奶了解完情况后，怕我再被人欺负，于是连夜去买新礼物。可路上不小心出了一场车祸，就再也没有起来。我奶奶没文化，一辈子卑躬屈膝，就怕我在学校被欺负。这次就因为老师不满意礼物，害得她把命都丢了。想到这里，一股怒火顿时涌上心头。今天我就要替奶奶报仇。全球丧尸病毒爆发，如今学校已成人间炼狱，而我却在这乱世中意外成了丧尸的老大。就在刚刚，我提着食物正要赶回教室，没想到遇到班主任拦路。棒槌，你赶紧给我过来，不然有你好看的。班主任加大了声音，又忙捂住嘴，生怕惹来丧尸。而如今救小美要紧，我并没有理会他，
面无表情的走了过去。可没想到班主任却威胁我，你再不过来，下场就跟你奶奶一样，不得好死。听到这句话，我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了。本想饶他一命，没想到他却依旧不依不饶。如今的我已经不再是那个病殃殃的棒槌了。自从被丧尸咬过后，我不但体内有一股强烈的洪荒之力，还能随意使唤丧尸，因为我的体内有了丧尸病毒。这大概是我常年体弱多病，再加上经常吃药的原因，使我因祸得福，身体能和丧尸病毒很好融合。现在不仅拥有了一副强健的身体，还能像丧尸一样力气大于常人数倍。我面无表情的走了过去，他们见我过来，都兴奋的看着我手中的袋子。等我走到他们面前，比比东一把抓了过来，但是被我躲过了。是吃的吗？快给我！你胆子挺肥的，既然敢躲开，赶紧给我，不然有你好看的。说完又想上来抢我的包包，我一记无影脚将他踢飞50米。滚开！他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盯着我，那几个学生也是一脸震惊。棒槌，你居然敢打老师！同学们给我抓住他，抓住他！他殴打老师，不是个好学生，快帮我教训他！我鬼使神差的朝着天空就是一阵怒吼，他们直接被我的气势吓到了，愣在原地。接着我警告他们，这是我跟比比东的私事，你们最好别管。棒槌，你想干什么？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老师啊？老师，你饿吗？当然饿啊。同学，你们饿吗？眼看着他们疯狂点头，口水不断往外流，我将袋子里的食物都倒出来在地上。食物只有这么点，你们分了吧。对了，比比东食量大，又仗着自己是老师，他肯定会想独吞的。我建议你们要小心一下他，不然会饿死的。棒槌，你这个混蛋，你不得好死！棒槌，你这个混蛋，你不得好死！面对比比东的恶骂，我并没理会，转身就走。没等我走几步，身后立刻传来哄抢的声音：滚开呀！别让比比东碰到食物！而就在此时，几只丧尸也闻声赶了过来。同学们见状，拿着食物就躲进厕所里，把比比东一个人留在门外。放我进去！你们这些挨千刀的，开门啊！棒槌，你这个狗东西，你不得好死！怒火中烧的比比东回头大骂我一句后，拔腿就跑，丧尸也紧随其后跟了上去。呵呵，这是他罪有应得的。我笑着原路返回超市，拿好食物，赶忙往教室赶去。等我回到教室走廊，正好听到蔡坤恶毒的怒吼声：小美，轮到你出去找食物了，不要挣扎了。不要啊，我一直都很听你的话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先出去探探路，如果安全，我们也会出去。你怕什么？一旁同学也跟着附和。小美被逼到了窗边，双手抓住窗户不肯放开。蔡坤抬起手，用力捶着小美的手：把手放开！你想大家都饿死是不是？见到这一幕，我赶忙上前制止：班长，我回来了。听到我的声音，全部人都吓了一跳。棒槌，你不是被丧尸咬了吗？蔡坤一脸震惊的看着我。我呵呵一笑，我说咬我的是几只老丧尸了，他们的牙齿都掉光了，咬不动我，你信吗？我这理由虽然很假，但他们不信也得信。这时蔡坤发现我手中的食物，奸诈的说道：棒槌，你赶紧进来吧，外面很危险。我知道这是蔡坤的诡计，想引我进去抢夺食物，但让他想不到的是，此刻的我已经不再是那个任人欺负的棒槌了。为了救小美，我也只好将计就计。好的，蔡哥，我这就进去。蔡坤见我要进来，心中不禁的暗暗自喜。等你进来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我也没多考虑，轻轻一跃就跳进去了教室。我就找到这些食物，你们谁先吃？你赶紧给我，我快饿死了，没了我谁来带领你们逃出这里？棒槌，你赶紧把食物给我们的蔡哥啊！让我把食物给他可以，不过他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说吧，你要什么条件？只要你把食物给蔡哥，你要什么都可以。我要他跪在我面前，一边求我，一边扇自己耳光。如果爆发丧尸病毒，只有我不会被咬，会发生什么？上集说到，我提着食物回到教室，然后要求蔡坤跪着求我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
蔡坤更是气得浑身发抖，下一秒就开始朝我破口大骂：“棒槌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居然叫我给你跪下！”然而我并没有理会，只是笑了笑回头：“叫吧，你可以叫得再大声点，把周围的丧尸都吸引过来吧，反正我又无所谓。”蔡坤气得半死，上来就要抢食物，我反手就是一记无影脚，这一脚踢得很重，蔡坤一屁股坐在地板上。呵呵，30年河东30年河西，如今的我不是你想碰就能碰的。棒槌，你什么时候变那么厉害了？棒槌，你居然敢打我，吃了雄心豹子胆吗？你们几个上去把他抓住，我今天要好好教训他。说完，2个同学就想上来抓我，我邪魅一笑，居然这样，那就让你们看点更厉害的。我双手张开开始蓄力，紧接着就是一声怒吼，附近的丧尸听到我的声音，也开始配合的回应起来。见到这一幕，众人再次傻眼了。棒槌，你不要气了嘛，快把食物给我们吧，我们都太饿了，就盼着一口吃的了。好家伙，菜花见状立马换了一个态度。呵呵，想要食物可以呀，不过这点食物肯定不够你们分。我知道还有一个地方食物很多，但必须有一个人跟我出去。我深知这群卡拉咪都胆小怕死，肯定不敢跟我出去。而我此行的目的就是想带走小美。我看向班里的同学，然后走到小美面前说道：“那就你吧，小美，你跟我出去帮我引开丧尸，我去取食物回来。”此话一出，众人像是看见了希望，纷纷催促小美跟我出去。小美也一时被吓得不知所措，娇小的她根本不敢面对丧尸，但由于是我提出的，最后还是鼓起勇气答应了下来。然而就在我们刚要走时，蔡坤突然又开口了：“不行，你要是带着小美跑了，我们怎么办？快拦住他！没了小美，他压根不会回来了。”好吧，那你们派其他人跟我出去吧。我指着蔡坤：“那就你吧，你跟我出去带食物回来怎么样？”我才不跟你出去呢！蔡坤吓得脸色一白，往后退了好几步。我又指了指别的同学，全部人都摇头摆手的拒绝。还是我跟棒槌出去吧，他不会害我的，我们一定会把食物带回来的。眼看众人已经都不敢再吭声，我上去拉着小美就走，担心小美会害怕。一路上碰到丧尸我就停下打个招呼，丧尸也是很给我面子，转头就走。假如学校爆发丧尸病毒，只有我不会被咬，会发生什么？自从上次被丧尸咬过后，常年体弱多病的我变得异常强壮，就连经常在班级霸凌我的蔡坤也能被我一脚轻松制服。不仅如此，现在居然能和丧尸交流，还能一起跳舞，这感觉简直不要太爽了。就在刚刚，我把小美从教室带了出来，准备去往一个充满食物的安全区，其余人就让他们自生自灭。可是刚走到半路时，小美却突然停住了脚。小美，你怎么了？棒槌，你刚才是不是没把手里的食物留给他们啊？我们还是把食物先拿回教室吧，不然他们会饿死的。我的天，还真是一个老实的小白甜。我看着眼前这个傻姑娘有点无语。我看了看手里的包裹，随手往楼上一扔，食物刚好砸在窗户上。班里同学看见后，开始跟疯狗一样抢了起来。小美一脸震惊地看着我。哇，棒槌，这可是5楼啊，你的力气怎么变那么大？我看着自己的手回答道：“我可能是在进化，我们赶紧走吧，丧尸一会要来了。”说完，我带着小美就往目的地走去。与此同时，丧尸群好像也嗅到了小美的气味，几头丧尸随着跟在了后面。我们找了一间空着的房间，这是一间教师宿舍，虽然装修不怎么样，但相对还是比较安全，准备就在这里住下来。这时茉莉忽然泪流满面地说道：“对不起，你被霸凌的时候，我都没有勇气站出来帮你，而你却还冒着生命危险跑来救我。”我搭着她的肩膀说：“没事，真要感谢的话，以身相许就够了。”安置好了小美，我直接朝大门走去，准备前往超市存点食物。走到楼下时，我发现这里的丧尸数量竟然越来越多，还不断发出嘶吼声，似乎在传递信息，应该是被小美的气息吸引过来的。为了证实我是不是真的能召唤他们，我对着丧尸们吼了一声，他们也跟着乱叫了起来，并且全都往我这边走来了。果然，我的叫声真的可以召唤他们。于是我把丧尸全带走，这样小美就绝对安全了。我用纸箱子在超市里装了满满一箱子食物，想着今晚可以跟小美饱餐一顿。可突然一个红外线打在我脸上，我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从前方行政楼上的窗户后边，有人用激光笔射我，而住在行政楼的都是那些领导，没一个是好人，所以我并不想理会，打算赶紧回去宿舍要紧。这时突然传来熟悉的叫骂声，我停下脚步往声音方向看去，原来是比比东在指着我骂，他居然还活着，不得不说跑得还挺快的嘛。棒槌，你想害死我，可惜了，我比你奶奶的命大。办公室这里全是食物，等哪天病毒被控制了，我就要起诉你，让你一辈子在监狱度过。听到这里，我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怒火，浑身血液都在沸腾，也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做人不能太老实，一旦丧尸病毒被控制住，比比东、蔡坤和那帮同学都会报复我的，现在必须斩草除根，比比东必须死。我先把食物带回了宿舍，两人大吃了一顿。晚上小美睡着后，我偷偷的来到了行政楼，这里有许多老师和领导变异成了丧尸，
我跟丧尸打了声招呼，领着他们来到了校长办公室外。办公室门窗是关着的，但我依旧能听到里面的声音。假如世界爆发丧尸病毒，只有我不会被丧尸咬，会发生什么？上集说到，我在给小美送食物的路上，偶遇比比东叫骂。气急之下，我带着丧尸来到校长办公室外。办公室外面门窗是关着的，但里面他们说的话，我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这也是我进化后的特征。校长，那个棒槌真该死，以前就是个垃圾掉，现在竟然敢来残害我。我看楼下的丧尸都不攻击他，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。我们现在得把他骗过来，弄清楚他是怎么做到的。对，比比东，你先冷静一下，下次你不要露脸了，让我们来招呼他，等把他骗过来弄清楚原因，再把他抓起来扔楼下去。听到这里，我的心里再也没有一丝顾虑了。在这末日里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我招呼身边的丧尸，让他们往后退，先躲起来。丧尸也很给面子，直接转头就走。接着我敲响了办公室的门，他们在里面直接被吓了一跳。是我啊，班主任，我是棒槌，快开门！听见是我的声音，比比东猛地一开门，把我拉了进去。班主任，你想干什么？这还用问吗？你不是要害死我吗？老娘今天就先弄死你！我哪里敢害你啊？你把我放下来，让我走，我去帮你们带食物过来。不用了，你告诉我们怎么让丧尸不咬我们就可以了，我们自己去找食物。校长，我说我就是像刚才那样吼一声，丧尸就不咬我了，你信吗？棒槌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再不说实话，我们现在就要你好看。对，再不说实话，现在就把你从窗户丢出去，看你还敢不敢骗人。你们以为人多就能吓到我吗？呵呵，如今的我在这个末日世界已经成为丧尸的老大，你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吧？按我现在的力量，一脚就可以将比比东踢飞，只是我没有那样做而已。说不说？我也很想告诉你们啊，可是刚才在门口听到你们说，只要知道了办法就要把我从楼上丢下去。我话音刚落，比比东甩着我恶狠狠地说道：是又怎样？你说不说？不说，你又能把我怎样？说完，我一个飞踢将他踢飞。此时校长和另外一个同事见状，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，一副想要吃掉我的样子。我对着门口一吼，躲在外面的丧尸都围了过来，直接就扑向校长他们。比比东看到丧尸朝我身后走来，一脸得意地说道：棒槌，我害死你奶奶怎么了？死得好啊，就问你气不气？现在要死也是你比我先死。然而就在说话间，丧尸就径直向比比东扑去。我走到门口，听到办公室里惨叫连天，心里突然有一种莫名的舒畅感。奶奶的仇终于得报了。回到宿舍，我惊讶地发现小美竟然不在宿舍，食物也没了。我瞬间有种不祥的预感，没猜错的话，她应该是给班级里的同学送食物去。不行，我得去把她找回来。假如爆发丧尸病毒，只有我不会被丧尸咬，是什么样的体验？上集说到，我在校长办公室被几人逼着教他们躲避丧尸的方法，最后被我带领的丧尸团灭。等我回到宿舍，却发现小美不见了。害怕小美出事，我开始疯狂的寻找。教学楼楼下，这里到处都是丧尸，而这些丧尸应该都是被小美的气味吸引过来的。等我来到教室走廊，靠近窗户往里面一看，果然教室里的同学全都在吃东西，小美也在里面。原来小美是回来拿她的照片，也不知道这照片对她有多重要，值得她冒着生命危险回来拿。可等小美刚要离开时，却被蔡坤叫住了。站住！小美，你不能走！同学们听我的，我们把小美留下做人质，这样棒槌就能源源不断的给我们送食物，我们就再也不用怕没食物了。你们觉得怎样？听到这里，我已经忍无可忍，一拳头打破教室的门，冲进去教室，一把抓住蔡坤的脖子。有种刚才的话再说一遍，小美给你们送食物，你们居然这样对她，还有没有一点良心？同学们看到都惊呆了。小美哭着走过来跟我道歉，说她不该回来。我让她往后站，然后对着蔡坤狠狠地说道：我不管你有多牛逼，在我眼里你只能算垃圾，听到了吗？下次再敢欺负我的女人，打断你的腿！你们还不过来帮忙？棒槌把门踢坏了，丧尸进来我们都完了，我们跟他拼了！大家不要害怕，把棒槌弄死了，到时我们就说是丧尸弄死棒槌的，没人会知道。听到这里，我的愤怒也到了极点。在这末日里，人心真的比丧尸还可怕。我一次次给你们机会，可你们偏要置我于死地，那就别怪我了。随着我的一声怒吼，无数丧尸也随着回应。蔡坤见到我能叫出丧尸的吼声，好像明白了什么，立马大声喊道：同学们，棒槌想把丧尸引过来杀了我们，我们要先杀了他，这是正当防卫。话音刚落，几个同学立马附和起来。就在这时，菜花站出来阻止了他们。同学们，你们还不明白吗？这次要不是小美带食物回来，我们恐怕早就饿死了。蔡坤只会逼着我们出去寻找食物，根本帮不了我们什么，迟早会轮到你们的。说完转身走向我，想问我怎么每次都能安全的回到教室。我扭过头不想搭理，一旁的小美见状开始帮他求情。居然小美都开口了，我也不好拒绝，回过头对大家说道：
既然小美在帮你们求情，那我就答应你们，这里所有人除了蔡坤，其他人我可以带你们离开这里，躲到安全的地方，但你们一定要听我指挥。听到能去安全的地方躲避，同学们都疯狂的点头答应。随后，我带着众人来到教室走廊，丧尸们闻到人的气味，也赶了过来。菜花吓得脸都黑了。怎么办啊，棒槌？这么多丧尸，我们怎么过去？没事，不要怕，看我的。丧尸兄弟，让路，让我过去。到时候，哥们给你介绍个美女丧尸怎么样？说完，丧尸就全部往我们身边绕过去。很快，教室就传来蔡坤的惨叫声：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就是做坏人的下场。我把同学们带到超市，每个人都装了大量物资。随后，我便到了学校门口，我用全身力气发出丧尸的吼叫声，声音贯彻着整个校园。此时，所有的丧尸听到我的召唤，都纷纷往学校外面跑。等丧尸全部出来后，同学们趁机关上学校大门。经过几人的一番努力，学校里终于安全了。我仰着头不禁感叹，假如有一天世界末日如预言中那样真的到来，而你却鬼使神差的逃过了一劫，可劫后余生的你却发现世界上只剩下你一个人，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，你该何去何从？